这还是你10年来第一次回到沈家吧？沈家已跻身江城4大豪门，今非昔比，可不是你这些年生活的寒酸倒灌。夫人让我交代你，能闭嘴就别说话，免得丢了沈家的脸面。脸面？妖相，此乃皇庭，岂容你一介女流妄议朝政？臣代表百官冒死谏言，将这妖相逐出朝堂。冒死谏言，那便赐你死。我可是一朝首辅，你岂敢？我乃先皇亲封天命神相，先斩后奏，皇权特许，杀你还需何人点头？拜见神相。我本千年前第一神相，铁口断其兄祸福，一眼判王朝气运。元天罡来了都得叫我生祖师奶。如今一朝穿越，却成了自幼被继母虐待、被丢弃在乡野道观的沈家大小姐。聋了吗？看来大小姐这些年在道观还是没学会规矩。今天就让我来教教大小姐。我是主子，你是奴才，这就是你对主子说话的态度。沈清婉，你疯了是不是？你竟敢打他！他一个奴才对主子不敬，我没杀他，已经是对他最大的仁慈。你不过就是个客死亲妈的灾星，还真把自己当成大小姐不成？轩轩，你姐姐刚回来，不许对你姐姐不敬。姐姐说的没错，她可是沈家的大小姐，也是你能顶撞的。小姐，我错了。姐姐，我母亲可就生了我一个，我可担不起你这一声姐姐。别忘了叫她回来是干什么的。你以后可是要嫁入陆家做当家女主人的，格局放大。你瞧瞧，这沈家就是豪气啊！这位就是当年推后妈导致流产的那个恶毒大小姐吧？听说当年因为不认错，被沈家主罚去道观反省修身了。清婉，你害死你弟弟这事，这些年过去，你反省清楚了吗？你奸门晦暗，命中注定无子，何来我害死沈家男丁一说？你说什么？沈大小姐这是什么意思？看夫人这样子，怎么真像说中了似的？难道当年另有隐情？清婉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但当年是你妈去世，我才嫁入的沈家。哪怕你当时害我小产，我都没有怪过你。你怎么能污蔑我对你爸不忠？我只是说父亲命中无子，你这样的反叛，怎么倒像是不打自招？你别血口喷人！你个贱人，看我不打烂你的嘴！够了，轩轩！今天是沈陆两家商量联姻的日子，你姐姐一回来你就跟她如此吵闹，成何体统？爸，明明是他。沈家素是以书香世家著称，可这自幼生活在家中的二女儿沈萱萱，无论是气度还是形态，竟远不如乡下的长女。清婉，你心中有怨我能理解，但慧琴毕竟算你半个母亲，你多少要尊重一下。今天叫你回来，就是你母亲最近总梦到你在山上过得不好，担心你，特地给你指了一桩婚事，让你以后有个依靠。婚事？没错，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陆家家主，我们打算让你和陆家少爷订婚。内豪情况危急，我没时间再挑三拣四了。他印堂清辉，黑气缠绵，你所谓的记挂，就是让我给一个将死之人冲喜。外人只知裴豪命不久矣，这沈家大小姐竟会起皇相面之术。姐姐，你命带黑莲，就算陆少命不久矣，能嫁给他，也算是你天大的福气。手握莲花，乃是凤女之相，到如今这些人眼中竟成了不祥之相。莲花胎记。道长，您看我们家裴豪。陆少此争，贫道无能为力。不过，贫道推算出陆少命盘竟还有一线生机。需寻到阴年阴月阴日阴时出生的女子与陆少婚配，但要想真正性命无碍，除非什么？道长请说。除非他身上还具有莲花印记。只是
身具二者，此女必是天命之人，可遇不可求。若能侥幸遇到，还望陆老多加尊重，莫要自持身份。是他，大师口中的天命之人，一定是他。不是的，陆爷爷，我刚刚只是瞎说的。姐姐应该不是灾星。轩轩说的没错，就算陆培豪少爷命不久矣，能嫁进陆家也是你天大的福运。说我不答应你，我是你爸，你不答应也得答应。谁不知道陆万山在江城手段可是出了名的狠厉？你死定了！还不给我跪下认错！沈大小姐，倘若你愿嫁给裴豪，我陆万山愿以半数家产作为聘礼。这是什么？陆爷爷，沈清婉不过是一个在乡下生活10年的野丫头，您给她这么多聘礼，那知节哥哥要怎么办？我陆家资产与他何干？可陆少马上就要死了，整个陆家无后，到时候我们供你读书这么多年，你读到狗肚子里去了吗？陆家的家事也是你能干涉的，马上跟你陆爷爷道歉。陆爷爷，您现在就给姐姐半数家产，我怕姐姐以为只等陆少去世后，她就能接管整个陆家，对陆少起不该起的心思该怎么办？刚刚竟没发现，陆家孙系中竟藏着这么个阴毒的养子。沈轩轩倒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想勾结那个养子吃陆家绝户。是啊，陆老，清婉不过还是个孩子，这些年都生活在道观，哪能担得起陆家半数家业？轩轩也是为陆家着想。沈清婉，陆家家产可不是你能惦记，识相的就赶紧给我记住。我沈清婉想要的东西还没有得不到呢。陆老爷子要送我家产，妹妹你这么激动做什么？还是说你和那位知节哥哥早就盼着陆少归西，好接手陆家的一切？说什么？你胡说什么？陆老，您别听清婉瞎说。陆少身子虽弱，但绝不可能活不过3日。这丫头无法无天，满口胡言，我这就替您教训她。慢着！沈大小姐是我相中的孙媳，就算她是沈家人，今日我在，也容不得你来教训。况且，我倒是觉得沈大小姐说的没错。不是的，陆爷爷，不是他说的那样。是与不是，我不在乎。只要沈大小姐愿意跟裴豪定亲，哪怕裴豪仍是去了，这孙媳妇我也认定了。往后陆家家业也全由沈大小姐接管。沈大小姐，老夫的诚意可够？这该死的老头子是疯了吗？他竟然要把陆家的家产送给一个没爹疼还连妈都没了的贱种！既然这对母女这么盼着我过去冲喜，好早日让他的亲哥哥继承陆家家业，那我就偏偏不如你们的愿。既如此，陆培豪的命我保了。那陆某就先在此谢过沈大小姐。沈大小姐今日舟车劳顿，暂且休息1日。明日我立马派人来接大小姐上门。看来这丫头留不得了。你说什么？老爷子竟然要将半数家产给那乡下野丫头？是啊，月芬，也不知道你那公公脑子抽什么风。哼，这死老头！我都从娘家把知节过继来给他当孙儿了，竟然还把我们当外人！月芬阿姨，假如这家产真要是给出去了，以后知节哥哥可怎么办？什么我要怎么办？知节哥哥，你回来了。知节，你穿上紫袍了。没错，姑姑，这次师傅叫我回玄门关，就是考验我道法。现在我已经进阶，是高阶法师了。整个大夏在册的道士足足有5万人，可紫袍天师却30人都不到。知节，你才30岁，竟已穿上紫袍，这不就说明以后这玄门门主的位置，你都有机会争上一争？曹姨过奖。对了，刚刚你们在说什么？难道是那病秧子写的？不是，是我那个被丢在乡下10年的姐姐沈清婉，她不知道从哪学了点看相的本事，说能救陆少，陆老爷子就信了，还允诺只要救醒了陆培豪，就以半数家产作为献礼。看相，我看老爷子他就是病急乱投医。知节，可我觉得那丫头像是真有些能耐，万一……没有万一。
这是？我就碰了一下，就感觉浑身难受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走我的血。这叫三马踏运炼，是玄门最阴狠的法器。只要把它给陆培豪带上，不出3分钟，他就会精元耗尽，变成一具干尸。到时候再把这个责任怪到沈清婉的头上，他就死定了。等一下，有事？姐姐，让我陪着你一起吧。若是出现什么问题，我也能替你向陆爷爷请罪。不需要。杜姨说了，陆万山看陆培豪看得比什么都紧，他们根本近不了身。我必须得跟他一块儿才能有机会靠近陆培豪。不行，你今天必须带我一起去。怎么会这样？我明明没看到沈清婉动手。大小姐坐好，我为您关门。不行，不能让他就这么去了。万一他真有手段救醒陆培豪，我这么久的谋划就全白费了。这是苦头没吃够，还想要我出手？怎么办？慢着，沈总，您这是？今晚他刚从乡下回来，我担心他不懂规矩，所以想着陪同一起过去看看。老爷子吩咐过，陆家的车只接待沈大小姐，你们若要同去陆家，就自行开车跟着，我拦不住。那是自然。老爷，沈大小姐来了，另外沈家主3人也跟来了。拜托了，请坐吧。带我去吧。哎呀，我肚子好疼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你们少爷并非得了恶疾，而是中了夺运窃命咒。窃命咒？可我家少爷素来与人和善，从未跟任何人结过梁子，怎么会被下这种东西？那少爷还有救吗？有，去给我准备3个香炉和一把朱砂。我这就让人准备。五方帝君赵无真邪，今有邪界，暗窃元女，簪尸躁动，气脉如金，焚香为戒，朱砂化袍。动了！少爷的眼皮子动了！还有最后一处煞气，等破除后，人便会醒来。老爷果然没看错沈大小姐，我这就去告知老爷，少爷要醒了。这个贱人，竟然真被他识破了直接哥哥的咒术。萱萱，只要陆培豪一死，我就娶你进门。沈清婉，等陆老爷子上来看到的陆培豪变成一具干尸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裴豪，我的裴豪！怎么会这样？刚刚还好好的，怎么会一转眼功夫，少爷就变成了这样了？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了？沈大小姐，阿福刚刚不是说裴豪都醒了吗？可裴豪现在的样子怎么……姐姐，我都说了，你明明不会道法，为何还要骗陆爷爷？这个逆女，还不赶紧给我跪下认罪！我现在都没看到他变成了什么样，你让我认什么罪？姐姐，陆少现在的样子形同一个枯槁老人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，才害得他变成如此模样？你不认罪，难道是要牵连我们整个沈家吗？陆伯伯，今天我已是一劝再劝，都没能劝住这个孽女。您放心，倘若陆上有任何闪失，我沈良绝不包庇，一定让这个逆女为陆少偿命。我要你们偿命干什么？我要的是裴豪能醒过来。让开！姐姐，你别演了，
你没看到陆爷爷已经伤心成什么样了吗？你还是赶紧下跪道歉吧。我说让开，不知好歹。三马踏运，沈清婉，你完了。也不知道轩轩成了没？命魂将散，成了。真的？那还等什么？陆培豪将死，陆家绝后。你的户口也已经跟我一起登记到陆家，到时候整个陆家咱都是咱们的了。走，现在就回去。沈大小姐，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一会儿的功夫，他又中了玄门最阴毒的秘术三马踏运术。此咒阴狠毒辣，中咒3分钟后天人难救。那你的意思岂不是裴豪没救了？老爷，小心身子。姐姐，刚刚可就你一个人跟陆少爷在一块儿，你说陆少被人下了这么阴毒的秘法，难道你要贼喊捉贼吗？我又没说是你干，你这么急着跳出来干什么？清婉，你就算妒恨你妹妹在沈家享了这么多年的福，你也不能如此攀扰她，让她来替你顶罪啊！那倘若说人我能救你，看来这短命鬼已经归西了，记得好好表现。姑姑放心。沈大小姐，你说的是真的？怎么可能？你刚刚分明都说了天人难救。我说天人难救，不代表不能救，而我乃天命神相。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我的裴豪啊！你怎么年纪轻轻就这么走了？如今陆家绝后，你让我们可怎么办啊？谁跟你说裴豪死了？可刚刚下人不是说……哦，忘了告诉你们，此咒若解，下咒之人必遭反噬。你们沈家好大的胆子，竟敢给裴豪下咒！这怎么可能？师傅明明说过，此乃玄门最阴毒的禁术，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，都绝对化解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会这样？你们应该缠着陆培豪啊！不要缠着我！你们沈家不该给我解释一下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吗？陆老，冤枉啊！我都愿意将女儿嫁入陆家，又怎么可能盼得陆少不好？怎么？那你们告诉我，沈二小姐此番反应，不是受到了反噬是什么？这是误会，这一定有什么误会。轩轩，你快说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沈轩轩，这三马踏运的反噬若是不解，3分钟内反噬之人就会被吸干精元而亡。你要是说实话，我倒是也不介意出手救你一命。你少污蔑我，这根本不是我下的。我说，这东西都是我。知姐，你来了，你快来看看轩轩啊！我们好心接他姐姐回来，想给她许配给陆少，可我怎么都没想到，她不知道从哪里学会了这歪门邪道的邪术，
暗害陆少不说，还要栽赃给轩轩。大胆妖女，学了点旁门左道，也敢到陆家班门弄斧？你说我贼喊捉贼？没错，三马塔玉乃是玄门最阴毒的禁术，普天之下根本无人能解。要不是你贼喊捉贼，那眼下这些就是你设下的障眼术，糊弄人的手段。没错，枝姐可是紫袍天师，这三马塔运就算是他都破解不了，更何况是你一个乡下回来的野丫头。更何况裴豪现在仍旧昏迷，就连嘴唇都变成了紫色，不是命数将尽还能是什么？我看你分明救人是假，过来陷害沈家和你继母才是真。我乃玄门第68代嫡系传人，正宗紫袍天师，你这点歪门邪道，在我面前连提鞋都不配。枝姐，你快救救轩轩，他快撑不住了。你说这是障眼法，那你一定能破掉，对不对？秦姨放心，不过是雕虫小技。看好了，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玄门道法。枝姐哥哥，救我！天地无极，乾坤借法，邪祟退散。是。怎么可能？我的符怎么会失效？正宗玄门道法，连自己下的咒都收不回，也好意思称紫袍天师？那是沈清婉母亲的遗留玉佩。说吧，你苦苦遗留人间，所谓何事？本尊继承你的身躯，自会帮你满足生前所愿，送你往生。沈良为了夺走你母亲的财产而杀害母亲遗留的玉佩、陪嫁资产，你倒是心性纯良，并无报复仇人之恨。善恶皆有报，我便去一趟这1000年后的凡间。我没了。此剑乃宗门老祖亲传法器，数百年无人能进分毫，今日无故鸣动，是老祖现世了。门主，关外天降红光，灵气翻涌，这红剑不是连您都无法触碰的老祖圣器吗？怎么会是老祖？老祖回来了！老祖，那岂不是已经活了上千年？我玄门老祖3000大道早已通神，授予天齐，区1000年不过弹指一瞬。还我命令，玄门全宗出动，掘地3尺，也要寻到老祖踪迹。谨遵门主法旨，恭迎老祖归位。我就知道这门咒术根本无人能解，刚刚的一切不过是你不知道从哪儿学会的旁门左道。沈清婉，原来这一切不过是你自导自演的障眼法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？什么？这竟然是障眼法？那裴豪岂不是？陆老，你都看见了，这丫头根本不是来救，是来索命的，根本天人难救。畜生！我沈家到底造了什么孽，才生出这么个丧门星？今天我就当没你这个女儿！老爷说的对，她就是个灾星，留着，早晚把我们所有人都拖进地狱。姐姐，你明明可以安稳过日子，为什么非要这么？你就这么见不得我好，见不得沈家好吗？不知所谓，那今日我便让你们看一看，什么叫神迹。动了，少爷动了！什么？裴豪，我的孙儿，你终于醒了！爷爷，我这是……少爷，您中了被人窃运的咒术，是老爷苦心寻求了3年，才寻到清婉小姐将您救醒。该死的，我好不容易才害死了你那个短命的爹，眼看着也能将你送下去跟他团聚，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冒出来了这个女人，坏了我的好事？怎么会这样？沈清婉为什么真能把他救醒？轩轩，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？妈，
陆培豪醒了，那之前他在陆家。沈大小姐救命之恩，陆家无以为报。我即刻让人拟定契约，将陆家半数家产作为聘礼赠与你。你与裴豪的婚事，我陆家8抬大轿，风风光光娶你进门。什么？半数家产？凭什么？她不过是个道观回来的野丫头，凭什么拥有这一切？绝不能让这个女人抢走我筹谋了这么久的东西。老爷，这是您让我准备的聘礼单。不行，我不同意！放肆！轩轩，你疯了吗？赶紧给陆老道歉！道歉？今日沈二小姐在我陆家屡次3番闹事，如今更是毁了我要赠予给大小姐的聘礼单。若一句道歉便能解决，传出去还真当我陆万山是纸做的。陆老，今日的事确实是我家教不严，望陆老大人不计小人过，给沈家一次机会。我这就领轩轩回去，一定家法伺候，绝不让他再有机会到您跟前犯错。走，跟我回家。我不回去！沈清婉她命带黑莲，她是灾星，她根本不配嫁入陆家，更不配拿陆家的家产。哎呀，老爷，就算轩轩做的再错，你也不能动手呀！他要再敢胡言乱语，别说动手，就连沈家的门，我看他也不用回了。爸，你竟然为了那个贱人要把我赶出家门！我们陆家的少奶奶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辱骂的，还请沈小姐慎言。该死的，还没过门，这个死老头竟然就这么维护他！不行，陆家的家产真要给了沈清婉，那我跟杜志杰这么几年，岂不是全白费了？婚事就算了，我与陆少素未谋面，无需这般行事。沈清婉脑子坏了，她竟然不要，她还要退婚。沈大小姐，你这是何意？我只有一事相求，还望陆老帮忙。沈大小姐尽管说，但凡我能做到，绝无推辞。我要拿回我母亲当年留在沈家的所有陪嫁，包括房产、股份、珠宝、古董，以及完整的陪嫁清单。沈清婉，你疯了是不是？我们沈家怎么可能还有你母亲的东西？沈清婉，你胡闹什么？你母亲的陪嫁早已补贴沈家家用，哪还有什么清单？是啊，清婉，那些东西早就没了，你别无理取闹。我母亲乃江城初代豪门千金，陪嫁足以抵半个江城，补贴家用，怕是补贴了你们母女的荣华富贵吧？胡伯，动用陆家所有势力，彻查沈夫人当年所有陪嫁资产，一分一毫都要查清楚。从今日起，沈陆两家所有合作全部暂停，何时归还沈大小姐的东西，何时再谈合作。送客。沈大小姐救命之恩，裴豪没齿难忘，感激不尽。不必多礼，我救你本就是为了借陆家之事，各取所需。此女心性沉稳，眼界不凡，有勇有谋，若能成我陆家孙媳，是裴豪之福，更是陆家之幸。沈小姐，沈家那般待你，回去必受刁难。若你不嫌弃，尽管在陆家暂住，陆家上下定会以礼相待，护你周全。老爷子，清婉小姐既不愿与裴豪订婚约，孤男寡女同住一宅，传出去岂不是坏了小姐清誉，也惹人闲话。是啊，爷爷，姑姑也是为了沈小姐和陆家着想，还请爷爷三思。我回沈家还有旧账要算。不过陆老，我观您面相，印堂会暗夹青，口角旁有道纹，子孙宫更被湮灭缠裹，这是家中小人做贼，内外勾结之象，还望陆老留心，库房有失。气死我了！沈清婉那个贱人不仅救了陆裴豪，还让陆老爷子对他言听计从。我们当初把他接回来，明明是让他去给陆裴豪冲洗，好让这些哥哥早日继承陆家的，现在倒好，全给他做嫁衣了。闭嘴！沉不住气的东西，吼有什么用？就算拿不到陆家明面财产，知节现在是紫袍天师，整个江城乃至全国，多少达官贵人抢着求他画符续命、改运消灾，他的前途不可限量。再说了，就算陆裴豪现在醒了，沈清婉能救他一次，还能时时刻刻守着他不成？人命薄如纸，意外随时都能发生。妈，你的意思是？喂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陆知节和他姑姑杜月芬被陆老爷子赶出陆家了？什么？这个老东西竟真把我们赶出来！
我为了陆家操劳这么多年，他说翻脸就翻脸。师姐，你现在是紫袍天师，有没有更阴毒的术法，能直接把陆婉山、陆培豪一起送下黄泉？没那么简单，那个沈清婉绝对不简单。你什么意思？那个从道观回来的野丫头真有那么大本事？我在陆培豪手腕上看见了三马踏运链，轩轩确实把咒下成，但陆培豪不仅没死，咒术还被彻底破解了。那是玄门禁术，天人难救，可他破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他的本事真的在你之上？那我们以后再也不能动陆家了，动一次就会被沈清婉识破一次。可我始终想不明白，若他修为真在我之上，刚刚的反噬光凭我一张符纸根本破除不了。老祖现世。我知道了，如果是这样，那就说得通了。开车，立刻去沈家，快去沈家，我们就能彻底翻身。沈清婉不是厉害，这一次我们让他万劫不复。胡闹！谁家清白正经姑娘在身上纹这种东西，像什么样子？我听说沈清婉身上那朵莲花胎记是不祥灾星的象征，你纹它干什么？嫌不够晦气？不祥，那也要看在谁身上。陆老爷子当初为什么突然对沈清婉百依百顺，不就是因为看见了他手腕上的黑莲胎记吗？轩轩，你的意思是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也要有这朵莲花，我要代替沈清婉嫁进陆家，做陆家名正言顺的少奶奶。荒唐！你不是已经和杜之杰私定终身了？他和他姑姑都被赶出陆家了。再说了，一个紫袍天师再厉害，说白了也不过是个臭道士。我沈渊轩要嫁的可是江城首富。小姐，杜少爷和陆夫人来了，说要见。不见，告诉他们，我和他们没关系了，让他们滚。黑莲，是黑莲印记，我果然没猜错，轩轩果然是玄门老祖转世。什么玄门老祖啊？你之前太守大赛三马踏运，能以凡躯击碎三马踏运，天下唯有老祖一人，你就是玄门转世的老祖。那不是你破的吗？以我的道行，根本无法破除三马踏运。你想想，当时是不是你一抬手就把三马虚影震碎了？那是因为你乃老祖转世，一言一行皆有法则运转，哪怕凡躯，依旧万邪不侵。所以我真的是玄门老祖？没错，你绝对就是老祖转世。就算是国主求见我们门主，都需要3跪9叩。我带你回宗门，到时候势必万朝来拜。那还等什么？你现在就带我回去！沈清婉，你今天几次害我颜面扫地，竟然还敢回来！沈清婉，你今天几次害我颜面扫地，竟然还敢回来！有何不敢？清婉，不是我说你，为了一点遗产，害得我们沈家和陆家合作中断，你父亲辛辛苦苦的努力付诸东流，你还不快赔罪？清婉，你今日的确做得过火了些，父亲再给你一次机会。现在陆老对你颇为看重，只要你能挽回沈家和陆家的合作，我就不计较你的过错。我何错之有？你们将我这所谓的沈家大小姐迎回沈家，不就是为了给陆家将死的大少爷冲洗？从始至终，我不就只是你们的一件工具？交出我母亲的嫁妆，尚且还有一丝生机，否则即使我不屑亲自动手。不过陆家为了得我一丝情谊，也断不会留你。混账！沈清婉，你这个不孝女，当真要跟你的父亲对着干？在道观这些年的反省都是白活了吗？对着干，你们也配？我母亲当年含恨而死，她遗落在沈家的东西，我自然要一件一件拿回来。你们不给，我就自己取。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谁能拦我。我倒是要看看你们谁能拦我。你嚣张什么？爸，他害得咱们和陆家一拍两散，根本不配当沈家的大小姐，应当把他逐出沈家，永世不得认祖归宗。清婉，你当真不打算为沈家说和？你可是沈家的人。沈家的人，这些年你们可曾想起我这位沈家大小姐？真以为你们的把戏无人知晓？陆培豪没被你们害死，很失望吧？你这个贱人！跪下！
你怎么会这么强？玄门第68代嫡系传人，就这点道行，也配叫紫袍天师？想不到玄门竟已没落至此。山医命相卜，我已将我一身术式传授你们。既然你们打算立下宗门，往后便叫玄门吧。感谢小姐赐名，我们必当谨记小姐教诲，将玄门发扬光大，惩恶扬善，护世间太平。看来沈家是了也该去玄门走一趟了。大胆！玄门乃是国主去了都得3跪9叩的地方，也是你能妄议的？你想干什么？够了！沈清婉，你眼里到底还有没有我这个父亲？没有。你，福伯，您来我沈家，是陆老有嘱咐吗？沈小姐，明日我陆家举办了一场宴会，各界名流齐聚一堂，老爷想邀请您赴宴，还请您给予3分薄面。我不感兴趣。放肆！清婉，不要自视甚高。陆老肯邀请你，已是天大的恩惠。就是，陆老师邀请我们沈家，你凭什么替我们沈家拒绝？此次是专程邀请沈小姐赴宴，与沈家无关。你们去不去，老爷不在乎。沈小姐，玄门也会来人，要是您不愿意，那小人这就回去了。玄门，那便去一趟吧。若是玄门皆是杜之杰这种败类，那我也不介意清理门户。受宠若惊，明日我来接你。准备好我母亲的陪嫁，明白了吗？沈清婉，你真以为自己无敌了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可轩是……轩，你还没有觉醒，在玄门没来之前，切勿和此妖女起冲突。轩轩，你还没有觉醒，在玄门没来之前，切勿和此妖女起冲突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给你们3天时间，准备好我母亲的陪嫁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天命结束，你们怕是也只有3天活头。我沈良无愧于心，怎会有如此不孝之女？和他那去世的母亲一个样。他这些年是学到些道术的，真要是祸害我们沈家，这可怎么办啊？爸妈，你们放心，别说是沈清婉，就算是陆家，也根本不配入我的法眼。是啊，岳父岳母，你们可记得轩轩抬手破3马的场景？实不相瞒，轩轩乃玄门老祖转世，已经惊动天下玄门门徒。不多时，轩轩将接受玄门认主，届时区区沈清婉也配入轩轩的法眼。他的生死不过轩轩一念之间。此事当真？当然。明日的陆家晚宴，我们也去。轩轩，你果然是我最疼爱的女儿，没让父亲失望。沈清婉，蝼蚁也敢与皓月争辉，等我掌控玄门，他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作孽太多，沈家天命结束，3日之内必当家破人亡。冥冥中自有天意。此件事了后，我也该去游历山川，看看这1000年后的人间。沈清婉，别以为侥幸治好了陆大少爷，就敢威胁沈家了。沈清婉，好戏马上就开始了。等你知道我乃玄门老祖转世的时候，就会后悔如今的所作所为。是吗？那我很期待。沈小姐，请您上车。的确，好戏要开始了。爷爷，沈小姐也会出席吗？裴豪，你和沈小姐不是一个世界的人，她能出手救你一命，已是上辈子的造化。是你，是我陆家的福气，其他的就别再想了。我只是想谢谢沈小姐，不敢肖想。谁不知道陆家已经和沈家断绝合作，还来晚宴做什么？杜之杰和杜月芬也来了，真不要脸！沈清婉，都怪你！今天我要好好跟你算账。恭喜陆少爷大病初愈。陆老，我沈家主多余的话就不用说了，用完餐就请回吧。陆老，你要相信我。沈小姐，您来了，有失远迎啊。
她就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好漂亮。能见沈小姐一面，真是荣幸啊！一个乡下道观的贱婢，凭什么让整个江城的名流都趋之若鹜？这本该是属于我的。轩轩，等玄门的各位天师到场，我就立刻向玄门禀报你的老祖身份。别说是江省，哪怕全国，也没人比你身份更尊贵。这本就是我这个玄门老祖应得的待遇。等我众多玄门手下到场，我一定要沈清婉后悔他的所作所为。玄门的人呢？玄门近日派出所有天师，据闻是因老祖出事，因此到场晚了些。这玄门乃天下第一派，这玄门老祖怕是天下第一人。硬是法力波动，被我的法器感应到了。看来这玄门并非全是庸人，还想得迎接老祖。告诉他们，你不需要找了，他们的老祖就在这里。告诉他们，你不需要找了，他们的老祖就在这里。沈家小姐，话可不能乱说，玄门之事，岂是你有资格胡言乱语的？胡言乱语，陆万山，你可知？就凭你这句大不敬的话，本老祖就肯令陆家覆灭。我沈轩轩就是玄门老祖。什么？这就是你所谓的好戏？真是眼盲心瞎！混账！再敢胡说，别怪我不给你们沈家留最后的颜面。陆老，稍安勿躁，万一是真的呢？玄门老祖一怒，就算是你陆家，怕是也承受不住吧。当初轩轩随意便能抵挡三马踏运，又有黑莲印记，我玄门立刻感应到轩轩的存在，毫无疑问，他就是玄门老祖。这么说，沈小姐同样能破三马踏运，也有黑莲印记，岂不是也有可能是玄门老祖？我告诉你们，谁要是再敢靠近沈清婉，就是和我沈轩轩作对，和我玄门作对，休怪我不留情面。谁敢和他作对呀？沈小姐是厉害，可和玄门相比就逊色不少了。玄门可是天下第一派。陆万山、陆培豪，你们还不滚开！当真要和我玄门作对？各位师兄，玄门老祖已经找到，就是他。师弟，你确定？当然，除了老祖，谁能抵挡三马踏运？更何况他还有黑莲印记。玄门弟子拜见老祖。沈清婉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沈清婉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是吗？你们还不走开，不怕他迁怒你们？我这条命是沈小姐救的，为沈小姐赴死又何妨？不愧是我陆万山的孙子。事已至此，我陆家愿赌上一切，陪沈小姐一程。这陆家小子倒是心性不错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本老祖有令，陆家上下鸡犬不留。至于沈清婉，打断四肢，我要让他日日饱受欺凌之苦。放心，我不会让你那么快就死的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玄门宗旨造福百姓，此事是不是？混账！我可是玄门老祖，你们还敢违抗我的命令？不敢。完了，得罪玄门，自取死路啊！陆培豪爷俩一死，我就能霸占整个陆家了。沈清婉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那么快就死的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玄门宗旨未变，只是脑子不太好使。也罢，那就让我教导了。什么？玄门弟子当造福百姓，为国为民。身为天师，眼盲心瞎，该罚。沈家上下草菅人命，为祸四方，又该当何罪？这怎么可能？书生，你也配自称玄门老祖？跪下！紫袍天师的实力在整个大夏都是首屈一指的存在，沈小姐居然仅用一招就化解了4名紫袍天师的攻击。沈清婉，你别太得意，等我觉醒之后，第一个就杀了你。沈清婉，我玄门门主应该很快就来了，到时候你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是吗？沈小姐，玄门门主身份地位极高，不是您能对付得了的。你现在赶紧走，我尽量帮您拖延时间。玄门倘若变成如今这样，那
那我不介意清理门户。是谁在这里大放厥词？师傅，副门主，师傅，弟子不负玄门所望，已经寻回老祖，就是这位沈家二小姐沈萱萱。不错，我便是玄门老祖。我现在以玄门老祖的身份命令你，马上给我解决沈清婉这个贱人。不错，我便是玄门老祖。我现在以玄门老祖的身份命令你，马上给我解决沈清婉这个贱人。知节，你为何断定沈家二小姐便是老祖？师傅，这便是证据。而且他抬手间便化解了三马踏运，这般实力必定是老祖无疑。老祖手腕处的确有黑莲花印记，玄门副门主周明见过老祖。这沈二小姐居然真的是玄门老祖！周门主都亲口承认了，肯定不会有假。这下沈家算是翻身了。师傅，就是那个妖女，刚才辱我玄门，还不将老祖放在眼里。大胆妖女，竟如此狂妄！今日贫道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。沈小姐，小心！备好，备好！他那点能力还不足以伤我。是我太着急了。你就这点能耐，赶紧解决他！等我获得传承，必当传授你无上道法，将整个玄门交于你掌管。谢老祖。
区区玄门法器，岂能撼动我分毫？姐，我不信！玄门。给我闭嘴！你给我闭嘴！他说。现在轮到你们了。青婉，刚才的事儿都是误会，你别生爸爸的气。你现在是玄门老祖了，真是给我们沈家长脸，以后整个江城都没人敢惹我们沈家了。沈先生还真是一如既往的虚伪。你这孩子，怎么跟爸爸这么说话呢？一会儿咱们就回家，我让保姆做几道你爱吃的菜，我们好好庆祝一下。对，沈家出了一个玄门老祖，是该好好庆祝一下。吃饭就不必了，沈家对我来说无关紧要。我只想要回我母亲的嫁妆，这些以后就都是我的了。不行，这些钱都是我的，绝对不能给沈清婉。清婉，不是我们不还，实在是拿不出来啊！家里吃的用的哪一样不得花钱？我是恨不得1分钱掰成2半花，可是家里开销太大了，我这也是为了你，为了整个家呀！对啊，公司现在也不景气，要不是你曹阿姨精打细算，我们日子都过不下去了。沈清婉，你夺走了我的一切，现在还想抢我的钱，你做梦！2天后我要看到我母亲的嫁妆，否则沈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沈清婉，你当真要这么绝情，连我这个父亲的话都不听了？你也配当我父亲？逆女，你刚生下来我就应该把你这个畜生掐死！敢对沈仙师不敬，保安，给我把他们丢出去！敢对沈仙师不敬，保安，给我把他们丢出去！门主，副门主不见了。去，传我命令，即日起将周明逐出玄门，一旦发现他的踪迹，立即来报。本门主要亲自废除他的修为，不能让他为非作歹，坏我玄门清誉。是，老祖，是弟子疏忽，让周明逃跑了。无妨，他自有他的定数。弟子明白，老祖，弟子想请老祖回我玄门，望老祖应允。我此番出事是担了因果，等因果了掉便会离开玄门，有你即可。是沈仙师，那这2天您就住在我家吧，2人一过，我陪您一起去沈家。没错没错，沈仙师，你如果能下榻寒舍，那寒舍必定蓬荜生辉呀。也罢，我与陆家也算有缘，
走吧。弟子恭送老祖。恭送老祖。老公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！难道真的要等2天之后把钱还给他吗？还什么还？那都是我的钱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就是，那个贱人想抢走我们的钱，简直就是痴心妄想。话是这么说，可如今沈清婉背后不但有陆家，还有整个玄门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跟他抗衡。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他的亲生父亲，我就不信他还敢对我下手不成？不行，我们得确保万无一失。眼下唯一能想到办法对付沈清婉的，就只有一个人了。妈，你说的那个人是谁？陆之杰的师傅周明。他？我不去，我不去！我早就跟他撕破脸了，现在过去不是自取其辱吗？你不去，那就等着沈家破产，我们全家流落街头吧！我去还不行吗？沈仙师，请用茶。我真没想到沈仙师竟然真的住在寒舍了，这真是我陆家的荣幸啊！不过仙师，我有个疑问，为什么不让沈家立马归还您母亲的遗产？肯定是沈家还有什么因果，所以仙师才没有立即出手，肯定是这样。我明白，天机不可泄露，只是给他们时间准备而已。不愧是仙师，考虑的就是周到。他们怎么还有脸上门？要不是沈萱萱那个贱人胡说八道，知节怎么会被废除修为，逐出师门，前途尽毁？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姐姐，我可担不起你这声姐姐。好姐姐，我这不是给你赔礼道歉来了吗？还不赶紧给你杜阿姨道歉？不用，你们哪儿来的回哪儿去，少在这里脏我的眼！贱人，要不是还有用得到你们的地方，我怎么可能这么低声下气？这一切都是沈清婉那个小贱人的错。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同仇敌忾对付他，可不是自家窝里斗啊！眼下唯一有办法对付沈清婉的，就只有周门主了。你们害得我修为被废，还想让我跟你们联手？做梦！因为只有我们能接近沈清婉。我会联系我师傅，至于他见不见你，那就看你们的造诣。进。沈仙师，我让佣人给您做了碗甜汤，您尝尝。有心了。仙师，要不要我派人去沈家盯着，防止他们逃跑？不必，他们因果未了，出不了江城。师傅，沈家人来了。你们想让我出手帮你们解决沈清婉？是的，周天师，这件事就只有您能帮我们了。让我帮你们也不是不行，不过他当日在那么多人面前让我丢尽颜面，你得把他交给我处置，否则这件事就没有说下去的必要了。妈，我不要，他肯定会杀了我的，我不要。周天师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沈清婉，等抓住沈清婉，我们把她交给您，任由您处置。既然你们不愿意，那就走吧。好，我同意。爸，我会死的，我绝对不要。周天师，求求您，放过我女儿吧，求您了！妇人之仁，赶紧滚开！天师，您现在可以帮我们对付沈清婉了吗？我将在大机缘中得到的镇魂煞注入这个胸针中，这镇魂煞可是1000年前最厉害的煞术，只要给沈清婉戴上这个胸针，煞术就算下成了。到时候不管他是玄门老祖还是大罗奸仙，修为都会被技术压制，到时候就只能任由我们宰割。只要沈清婉的修为被压制，到时候就只能任由我们宰割。沈清婉，你不但害得我被逐出玄门，还被玄清下了追踪令，随时都会有被抓回去废除修为的可能。这个仇我一定要报。多谢天师，沈清婉，别怪我不顾及我们之间的父女情分，这都是你自找的。天师，萱萱已经受到惩罚了，求您大人有大量，放他一马吧。
师姐，萱萱她怀了你的孩子，要是再这样下去，肯定会出事儿的。萱儿怀孕了，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？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，师姐，我错了，求你看在孩子的面上，求求周天师放过我吧，我真的好痛。周知姐，你要是刚才就给我求情，我就不会受这么痛苦。这笔账我给你记下来。师父，求您看在弟子的面子上，姑且放他一马。这次算是给你个警告，以后你要是再敢背叛我，我会让你生不如死。我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沈仙师，我感觉整个人一下年轻了20岁，多谢沈仙师。这是你的机缘，日后多行善积德，陆家定会兴旺百年。谢沈仙师指点，谢沈仙师。沈仙师，车已经准备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3日之期已到，沈家气数该尽。秦婉啊，你可算来了。看样子沈先生已经全部准备好了，那我就收下了。等等，沈总这是何意？难道不想让我们把这些东西带走？怎么会呢？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跟秦婉谈谈心。我们父女俩见一面不容易。沈先生想怎么谈？来，秦婉，我们坐下来谈。沈先生想怎么谈？秦婉，这2天爸爸想了很多，这么多年是爸爸对你的关心不够，亏欠了太多，所以你母亲的遗物我一分不少的都交给你，只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弥补你的机会。是啊，秦婉，之前的事儿都是我们不对，以后我们好好相处，我会补足你缺失的母爱，还不给你姐姐道歉。姐姐，我错了，希望你原谅我。你们会有这么高的觉悟，不会有什么阴谋吧？怎么会呢？你去检查一下，这些东西到底有没有问题。好的，沈仙师。沈仙师，东西都没问题。我们既然诚心改过，怎么会在遗物上动手脚呢？是啊，秦婉啊，这枚胸针是你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东西，今天我想亲手给你戴上。既然是我母亲的遗物，我还是收起来保存好，以免损坏。姐姐，这枚胸针是你母亲心爱之物，你更得戴上了，这也是对她的另一种怀念。是啊，我给你戴上吧。好。轩轩说的有道理，这样也算一种传承，我给你戴上吧。好。戴个胸针而已，你戴什么手套？难道这胸针上有毒？怎么会呢？我一直珍藏着这个胸针，就算平时要拿，我都是会戴上手套，生怕手上的汗渍灰尘弄脏了胸针。这可是清婉父亲最珍爱之物，我舍不得它有任何的损坏。这么说来，沈先生还有些良知。不提这些难过的事儿，我现在就给你戴上。沈清婉，这镇魂煞已成，我看你怎么逃过这一劫。胸针已经戴了，那我们也该走了。沈清婉，你把箱子弄到哪里去了？赶紧给我交出来！沈总，这是打算出尔反尔了？我只是说把东西交给他，又没说他能带走。沈清婉，赶紧把东西交出来！你，如果我就是不交你，哼，那你今天就别想离开沈家半步。沈清婉，你没听到我说话吗？赶紧把东西交出来！沈良，你是想跟我们陆家为敌，跟整个玄门为敌吗？陆家算什么东西？等我们解决了沈清婉，下一个就是陆家。沈良，你未免太过自信了些。沈清婉，你装什么装？
自己都死到临头了，还在嚣张。死到临头的是你们，你们别忘了，沈仙师可是玄门老祖，岂是你们能动得了的？玄门老祖，那又怎样？你问问他，现在还能调动一丝修为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沈清婉现在就是一个废人，想要解决他轻而易举。沈清婉，你现在可是中了我的镇魂煞，一身的修为全部被压制。杀你就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。沈仙师，别怕，我会保护你。小小镇魂煞而已，奈何不了我。沈清婉，还不把东西交出来！一会儿我可以跟周天师求情，让他给你留个全尸。没错，赶紧把东西交出来。东西我已经收了，就没有再还回去的理由。沈清婉，你害我沦落至此，等我废了你，就用你的命要挟玄清那个蠢货自废修为，到时候整个玄门就是我的了。你活不到那个时候。既然你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去！这不可能！怎么会这样？明明你的修为已经被我的镇魂煞压制了。你说的镇魂煞是这个？我的镇魂煞可是1000年前的顶级煞术，就算大罗金仙修为都会被压制，你怎么可能一点事儿都没有？这些煞术也配称顶级，不过还算精致。我的镇魂煞被破了。周天师，你再想想办法呀，不能放虎归山，否则玄门知道了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他说的对，一旦沈清婉活着离开，那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。沈清婉，你毁了我的修行，坏了我的道心。今天我就算拼尽这身修为，也要让你把命留下。你心术不正，道心不稳，落得此下场是必然。闭嘴！沈清婉，你以为我除了镇魂煞就没有别的底牌了吗？这居然是先天法器万魂幡！居然是先天法器万魂幡！万魂幡，没错，万魂幡乃是1000年前魔族至宝。1000年间，无数生灵魂魄的阴煞怨气被炼化，汇聚在这个万魂幡里，形成强大的愿力。只要催动万魂幡，无数厉鬼便会倾泻而出。就算元始天尊来了，也只有等死的份儿。你入了魔道。沈清婉，你现在把自身修为交给我，我可以考虑留你个全尸，否则我就将你炼化在这万魂幡里，永世不得超生。区万魂幡也配在我面前叫嚣？大言不惭！今天我就让你尝尝我万魂幡的厉害！沈清婉，受死吧！沈仙师，小心！翻玄宝号，普利无边，诸神卫护，天罪消迁。今晚翻落，云佩回天，各遵法旨，不得激言。我的先天法器就这样毁了。你入我玄门，却用所学危害世人，如今更是堕入魔道。今日我便废了你这身修为，清理门户。老祖饶命！老祖饶命啊！我再也不敢了。你去死吧！冥顽不灵。老祖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求老祖饶我一命，我以后定会积德行善。师父，师父！死了！周明居然死了！老公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周明死了，他下一个是不是就要对我们出手了？我不想死，我还年轻，我不想死，爸。现在才知道害怕，晚了。清婉，爸爸真的知道错了，这些都不是我的本意啊！你别跟爸爸计较好不好？对啊，我们没想到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清婉，
看在我们是一家人的份上，你就放过我们吧。姐，我以后再也不跟你争了，我错了。这件事跟我没关系，是他们威胁我找周明报复你的。老祖，你要杀就杀他们，只要您能饶我一命，我可以告诉您一个秘密。哦，什么秘密？老祖，只要您能饶我一命，我可以告诉您一个秘密。哦，什么秘密？是关于您母亲的。不可能，这件事他怎么可能会知道？你母亲就是被曹慧清害死的。你胡说八道！这件事就是你做的，你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我可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你跟沈良早就勾搭在了一起，为了夺走老祖母亲的嫁妆，跟沈良一起联手害死了他。我让你胡说八道，看我不撕了你的嘴！你敢打我妈，我跟你拼了！秦婉，我承认跟你妈结婚之前就跟曹慧琴在一起了，但是我真的没有害死她，都是曹慧琴，都是她一个人干的，跟我无关啊！我要是知道她这么狠毒，我肯定不会容忍她的，你就放过我吧，好不好？你居然背叛我！当初明明就是你想霸占你前妻的嫁妆，所以跟我说想杀了她，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！沈良，你居然背叛我！当初明明就是你想霸占你前妻的嫁妆，所以跟我说想杀了她，这一切都是你的主意！闭嘴！乖女儿，你别听她胡说，她现在就是狗急跳墙想拉我下水。我那么爱你妈妈，怎么会为了一点嫁妆就害她呢？沈先生，说谎也是业障。沈清婉，我再怎么说也是你父亲，你们玄门不是说杀父会遭天谴吗？你不能杀我！我不会杀你，沈家气数已尽，你们也将命不久矣。什么？秦婉，你是玄门导祖，你肯定有办法救我，对不对？沈先生，沈老祖，我不想死，求你救救我！我后半辈当牛做马放他去！老祖，你就帮帮我们吧！女儿啊，救这么多人你肯定会累，你就救我一个就行了，他们的死活不重要，我可是你亲生父亲啊！你们的死局已成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？命数天定。你这个畜生，你连自己亲生父亲的死活都不管，你就不配活在这个世上！贱人贱货！你算什么东西，还敢对沈仙师动手？不过就是我女儿身边的一条狗而已，还敢拦我？滚开！你这种人也配当仙师的父亲？立马给我封杀沈家！你敢！立马给我封杀沈家！你敢！就这么眼睁睁的让他毁了沈家吗？沈清婉，你完全都不顾我对你这么多年的养育之恩吗？生而未养，何谈恩情？喂，沈总，不好了，公司破产了！完了，全完了。仙师，真的不用我解决他们吗？你没有必要沾染上他们的因果。沈家人的结局，早在他们心生歹念之时就已经注定了。是。听到没有？老祖说了，你们的死期快到了，等死吧你们！杜之杰，你以为你能幸免吗？你做的伤天害理的事不比我们少，你也活不了多久。老祖走的时候根本没说我，他还是念着我之前是玄门弟子的情分。我跟你们不一样。你就是杜之杰吧？有人控告你故意杀人，利用不正当手段损害他人利益，现将你依法逮捕。你们肯定认错人了，我没有杀人。证据确凿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啊！不行，不行，我不能坐在这里等死，我要离开这里，离开这里！你想干什么？那些首饰都是我的！滚开！这里哪一样不是你花我的钱买的？不行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我们怎么办？对啊，爸爸，你带我跟妈妈一起走好不好？我们是一家人啊！对。
你这个疯子！他也是被你逼疯的！赶紧滚去收拾行李！老公，我们要去哪里？去机场，我们直接出国。我就不信我不能逆天改命！仙师，怎么了？沈家因国已了。神相，沈家人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。这些都是你母亲的遗物，还有这个玉佩。多谢神相，帮我了却心愿。我既占用了你的身体，就理应承担你的因果。如今你心愿已了，也该助你往生了。母亲遗物，我如今带走也没有意义，烦请神相帮我将它们捐给需要的人。我只需带着这个玉佩就够了。好。我这是怎么了？睡了一觉罢了。你一会儿让人把这些东西以沈清婉的名义捐出去。沈清婉，不就是仙师自己吗？是，仙师。如今我尘缘已了，也该离开，去看看这世间万千风景了。离开？现在就要走吗？能不能再多留一段时间？天下无不散之宴席，你我相识一场也算有缘。这枚胸针就当作是赠你的礼物，保你此生平安。我知道我没有留下你的资格，可我想追随仙师。这枚胸针，沈小姐，我能陪你一起去看这世间美景吗？那还不跟上？